你敢信吗？中国地方政府欠下的债务已经足够压垮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了。7.13万亿人民币，这是彭博社披露的中国地方政府拖欠企业的债务规模，折合超过1万亿美元。这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，而是压在千万万中小企业、供应商和普通工人身上的噩梦。你能想象吗？一家企业给政府做工程，等了3年还收不到钱，员工工资发不出，最后老板自由落体，工人讨薪流血。中国的债务危机不再是抽象的金融词汇，而是活生生的社会悲剧。更可怕的是，北京当局并没有拿出真正的解决方案，而是打算动用6大国有银行和国开行，用贷款输血的方式，硬生生把这颗债务炸弹往银行系统塞。换句话说，本来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旧账，如今却要靠银行来埋单，风险被转嫁，债务继续滚雪球。彭博社9月10日的报道更揭露，第一阶段，北京要让银行先借出1万亿元人民币，让地方政府先偿还部分逾期债务，而最终目标是在2027年前把所有债务清理完。听上去好像是解套计划，但实质是什么？就是以贷还债，今天借一笔新钱去还昨天的旧账，明天再借一笔更大的钱去填今天的窟窿。这就像一个穷困潦倒的人用信用卡去还另一张信用卡的欠款，看似撑住了，但实际每一天都在走向破产。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会烂成这样？答案很残酷。过去几年土地财政崩塌。根据财政部数据，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仅为6.68万亿元，比2021年高峰期的8.7万亿元整整少了2万亿。与此同时，地方政府刚性支出却居高不下，公务员工资、基建项目、维稳经费一分都不能少。于是，地方政府只能靠发债度日。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估算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已经超过40万亿元，相当于全国 GDP 的1/3。而这还不包括那些拖欠企业账款的灰色债务。有专家直言，地方政府欠下的企业债务和工资债可能已经突破10万亿元，占到 GDP 的7%。这意味着几乎每100块钱的经济产出，就有7块钱要去填债务黑洞。而拖欠企业款项最直接的后果，就是民营企业现金流断裂。根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，超过30%民企在2024年出现过被政府拖欠账款的情况，其中不乏工程公司、供应商，甚至小微企业。很多老板无奈表示，我们辛辛苦苦干活，最后却成了地方政府的免费提款机。看似北京动员银行输血是救企业，其实是让银行背锅。中国6大国有银行，工行、建行、农行、中行、交行、邮储刚刚公布了2025年上半年的业绩，结果惨不忍睹，不良贷款余额全面上升，仅工行半年就增加了206.47亿元。6大行的净息差继续走低，工行仅 1.16%， 中行只有 1.26%， 创下历史新低。邮储银行的净利息收益率下降了21个基点，跌幅最大。这意味着什么？银行的利润空间已经被压缩到极限，而坏账却在快速增加。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，上半年5大行提列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高达3.51万亿元，比去年底多出 6%。这说明银行已经在未雨绸缪，知道未来坏账会一波接一波。可是北京却要求这些银行再掏钱给地方政府放巨额贷款，这简直就是让本来已经血槽见底的银行再往外放血。英国金融时报就形容，这是一场风险转移游戏。地方政府把包袱甩给银行，银行又期待监管兜底，最后风险还是要由整个社会来承担。
长期拖欠账款，不仅让企业濒临死亡，也让社会信任体系全面崩塌。你能想象吗？当一个地方政府拖欠工程款3年5年，企业无路可走，工人被迫上街讨薪，最后政府一句话没钱。这种场景已经在河南、贵州、云南多地出现过。北京自己也清楚，继续这样下去，不仅会拖垮企业，还会让老百姓对政府彻底失去信任。于是他们才提出所谓的银行输血计划。但问题是，这并不是在解决问题，而是在制造更大的风险转移。如果说地方债是压在中国经济头上的一座大山，那么房地产就是那根随时可能压断的稻草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再跌 18%， 比2023年跌幅还要惨烈。房企资金链全面断裂，恒大、碧桂园、融创这些曾经的巨无霸，如今不是在破产重组，就是在苟延残喘。更致命的是，这场房地产危机直接冲击了银行系统。数据显示，中国6大银行的不良贷款中，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比高达1/3。光是工行一家，截至今年6月底，房地产不良贷款就增加了158.75亿元。换句话说，房地产越烂，银行的窟窿就越大。过去最安全的房贷，如今比企业贷款还要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房地产市场崩了，房价下跌，业主断供，抵押物贬值，银行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。中国银行业不可能再复制过去零售贷款每年30%的增长，那种疯狂的扩张已被证明是自杀。换句话说，房地产让银行失去了最稳的收入来源，反而拖出了最深的坏账泥潭。地方政府没钱，拖欠企业债务，企业现金流断裂，银行被迫放贷救政府，不良贷款上升，银行利润崩塌，金融系统更不稳，最后还是地方政府没钱。这是一个死循环。根据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6大行的净息差普遍跌破 1.4%， 已经接近全球最低水平。而对比之下，美国银行的净息差普遍在 3% 以上。换句话说，中国银行在冒着更大的坏账风险，却赚着全世界最低的利差，早已赔本赚吆喝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民众的还贷能力持续下降。Wind 数据显示，截至今年6月底，28家上市银行中有25家的个人贷款不良率上升。为什么？因为收入下滑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冷冰冰地揭示现实：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只有 2.3%， 远远跑不赢房贷利率和物价压力。很多家庭陷入还贷断供、被起诉的恶性循环。一个残酷的事实是，中国的银行已经从借钱给大家买房的赚钱机器，变成了收一堆坏账的垃圾桶。北京的算盘很清楚，地方政府欠的钱，先让银行来填，银行出问题，再让央行来兜底，央行顶不住，就让老百姓来买单。怎么买单？2招：一、印钱通胀，放水稀释债务价值，让大家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。2、加税收费，各种名目繁多的社会保障金专项基金，最终还是从民众口袋里掏。但问题是，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已经没钱了。根据央行的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住户部门新增贷款同比下降 12%， 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大家不敢借钱了。过去中国人习惯超前消费买房买车，如今人人只想存钱过冬。连央行副行长都承认，居民部门加杠杆空间已极度有限。换句话说，政府想让你再掏钱，已经掏不出来了。地方债7万亿只是冰山一角，背后是40万亿的隐性债务，10万亿的欠款，
和数不清的烂尾工程、停工项目、失业潮。银行系统已经被迫接盘，但他们本身也摇摇欲坠。房价下跌，收入下降，消费紧缩，坏账堆积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闪崩，都会引爆系统性风险。你可以把今天的中国经济比作一座老房子，表面看还站得住，但梁柱已经被白蚁蛀空，风一吹，可能轰然倒塌。最终买单的永远不是那些高官权贵，而是最普通的人，是被政府拖欠账款的小微企业，他们倒闭破产，连最后的工人工资都发不出；是被房贷压垮的中产家庭，他们卖房断供，信用破产，几十年的积蓄灰飞烟灭；是银行里的储户，他们存的钱不断贬值，利息低到连物价都追不上；是公务员和教师，他们的工资被拖欠，奖金被削减，生活一落千丈。当一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崩坏，最先被撕碎的永远是底层和中产。中国的债务危机不再是经济学家茶余饭后的学术话题，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全民灾难。7万亿地方债，40万亿隐性债务，不断膨胀的不良贷款，正把中国推向一个没有退路的深渊。北京或许能靠以贷还债拖延几年，但它无法阻止真相，债务不会凭空消失，它只会转移。今天压在企业身上，明天砸到银行头上，后天落在老百姓肩上。而当所有人都撑不下去时，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或许会以最悲惨的方式走向崩溃。